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集体表象。在上一期视频里，我们剖析了一种非常古老，但在当代依然普遍的精神状态——互渗率。当一个人的主体性不发达，无法建立起清晰的心理边界时，他就会陷入一种主客不分的混沌之中。在他的世界里，主观的意愿可以代替客观的事实，情绪的波动被投射为外界的敌意。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观察者，而是沉没在环境之中，时刻感到自己被外界神秘的力量所渗透和影响。如果我们用心理学的视角来审视陷入互渗状态的个体，可以发现当事人无法整合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看法。他们的内心世界是由分裂的、断裂的片段组成的，当事人难以区分外界的事件和内在的感受，因为没有连续和稳定的自我，所以外界的风吹草动都能直接穿透他的心智，变成他内部的剧痛。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说互渗是一种原始的，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的思维模式，那么在科学发达、理智意识觉醒的现代社会，为什么这种思维模式没有被自然淘汰？它似乎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能够穿越历史的周期，在每一次社会狂热中被不断的复制和再生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概念——集体表象。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什么是集体表象呢？在列维·布留尔的定义中，集体表象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集体共识或者公共舆论，因为共识、舆论、观念都是语言和理性的产物，而集体表象比这些要更加强势。它是一种先于个体存在，并强制个体接受的一种氛围、气场或者说空气。这种集体表象通常是在某些重大的仪式、必须遵从的风俗、习俗、习惯中形成的。在这些场合中，当事人会被这种集体氛围完全裹挟和包围，以至于即使当事人脱离了集体环境，独自一人生活时，只要稍微联想到那些事情，也会立刻涌现激烈的情感，任何理智的思考都会被淹没。在原始思维中，列维·布留尔记载了在法属刚果等地区的巫术裁判程序。当某个重要人物死了，或者某个人死得可疑，全村人都会聚在一起开会，这时候巫师或者巫医就要开始仪式了。这些神秘的仪式虽然没有道理，但大家都认为这能揭露犯罪者。在这种集会上，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一想到要被点名，一瞬间就要被判罪，并且作为被大众咒骂的对象而死去，也会浑身发抖。为什么他会发抖？因为在那种氛围下，个人的任何论辩和抗议都是完全无用的。集体表象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你如果不接受，不仅是认知上的错误，更是道德上的罪恶。当个体处在这样一个全方位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集体中时，他的思维也只能是集体情绪或者集体无意识的附属物或投影，是混沌和原逻辑的。所谓原逻辑，在列维·布留尔看来，这首先指的是一种对矛盾的冷漠。矛盾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就是说，对同一个对象不能做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不能既肯定又否定，要保持思维的一贯性。然而在集体表象的笼罩下，人的思维不受矛盾律的束缚，他不觉得这里有什么混乱。列维·布留尔在书中举例说，波罗罗人认为自己是长尾鹦鹉，在他们看来，自己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有着鲜红色羽毛的鸟，他们与鹦鹉是同一的，他们和鹦鹉共享了同一种非常神秘的本质。我是人和我是鸟，这两个矛盾的判断在他们的思维里是可以统一的。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诗意，就比如我们平时也可能会开玩笑说，我是一只猫，我是一只鸟。但是这与那种原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能意识到这是一种隐喻，我们能区分什么是现实世界，什么是象征意义、精神世界，我们不会混淆这两者。但对于原始思维来说，
此岸和彼岸，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是互相渗透的，它们完全是一个世界。因而，此岸世界的一切也都染上了神秘色彩。即使两个事物在物理属性上完全不同，当事人也可以在神秘的领域内认为这两个东西本质上是同一的，因而不存在矛盾。而这种神秘的氛围，就是由集体表象的强制力所保障的。当然，我们现代人不会说出我是鸟这种图腾崇拜的话语了，然而集体表象和护身律并没有真正退场。现代人会使用很多看似理性的概念，甚至是哲学话语来包装这种原始思维。比如在中国，人们非常喜欢使用本质上，从大局出发，辩证的看，算政治账这些看起来非常哲学化的词汇。但由于当事人并没有说明什么是本质和现象，什么是大局和细节，什么是政治账和经济账，这导致了这种所谓的本质其实和原始人的神秘世界没有区别。结果是它可以缝合一切对立的概念。通过加上一句辩证的看问题，当事人不仅消除了自相矛盾，甚至还产生了一种我掌握了更高真理的优越感。比如在大跃进时期，一方面人们极度推崇科学和真理，强调唯物主义、客观规律，嘲笑宗教是落后的封建迷信，然而下一秒，这种态度又可以无缝衔接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相信精神原子弹，相信粮食产量可以突破物理极限。在朝鲜，主体思想一方面强调人民是革命的主人，是历史的推动者，一方面又能搞出太阳崇拜这种非常原始的东西，领袖被视为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在那种集体氛围的笼罩下，当事人并不感到这种无缝切换有什么问题，因为这种神秘的革命精神已经渗透到物理世界之中了。稻子不仅是植物，而是革命意志的物理载体。同样的，领袖的精神与抽象意义和神秘意义的人民意志也是完全统一的。崇拜领袖就是崇拜人民自己，至于一个个具体的人民过得多么惨，都是无损于这种神秘的统一的。那么问题来了，在现代社会，这种宏大的集体表象究竟是如何钻进我们的大脑，并遏制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呢？我们都知道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这也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深刻的传统，就是第一人称权威。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个体能够直接、透明、正确无误地得知自己的内在状态。在理性主义哲学看来，我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是天经地义的起点。他们假设心智的主体性是与生俱来的。康德更是这种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他的所有哲学都奠基在人是一个理性主体这个预设之上的。这当然是非常深刻的，但他可能忽视了拥有一个清晰的、独立的、能够自我审视的理性主体，这不是人类精神的起点，反而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成就。换句话说，这个起点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人并不是带着一个能够我思的大脑降临这个世界的，恰恰相反，我们生下来时是生活在一片混沌的、无边界的情绪海洋之中的。在那里，没有我，也没有你，只有一团团模糊的恐惧、饥饿和愤怒。那么，那个能够我思的理性主体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呢？它是一个人的情绪在依恋关系中得到良好经营的产物。正如我们在去年9月7日的视频里所说的，一个儿童自我意识的萌芽需要抚养者能够反馈和经营儿童的情绪，同时又不去遏制和吞没孩子的情感世界。当儿童发现他发出的信号可以唤起抚养者的回应，同时他自己又没有被抚养者的情绪所吞噬时，他会产生一种至关重要的感觉，我可以影响他人。这个感觉就是执行力、主动性和自信心的真正起源。正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情感确认中，儿童借助抚养者这个中介，学会了分辨，这是我的愤怒，那是妈妈的安抚，这是我的需求，那是外界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混沌的情绪被命名了，模糊的感受被结构化了，一个复杂、高级、拥有独立边界的自我意识就这样诞生了。
当儿童发现自己通过特定的情感表达能够唤起抚养者特定的反应时，借助抚养者这一中介，儿童就能分辨并命名自己的各种感受，并且产生了更复杂和高级的自我意识。所以，理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由无数次被看见的瞬间积累出来的。这就涉及到我们曾经讲过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内隐关系知识。在2月16日的这期视频里，我们说到，内隐关系知识是个体在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时，逐渐形成的关于如何与他人互动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以语言的形式存在，而是通过非语言、情感和互动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互动模式。而集体表象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关系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它通过无数次微小的非语言的互动，不断地对我们的内隐关系知识进行改写和塑造。比如在中国春节的家族聚会上，大家都在推杯换盏，几位长辈开始调侃家族里的一个年轻女生，说她年纪这么大了还不结婚，找不到对象，或者调侃她的收入很低，不够漂亮等等。这些话语都是非常伤人的，但在那个场景，大家都觉得很自然，整个场合弥漫着其乐融融、温情脉脉的氛围，即使是那个被调侃的女生也在尴尬地陪笑。这时候，作为旁观者的你，可能会有一种冲动去阻止这种氛围，但就在张嘴的那一刻，你感到一种巨大的无形的阻力，你会感觉自己是那个破坏氛围的人，是那个不懂事的、太较真的、扫兴的异类。你可能会内隐地想到，自己曾经也有过类似被排挤和孤立的恐惧时刻。你还可能想到，你未来还要在这个家族生活，如果这样得罪了人以后怎么办？于是你开始对这一切进行合理化，比如大家看起来都挺开心的嘛，那些长辈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表达一种关心。在这一刻，你接受了这个集体氛围的暗示和诱导。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另一个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场景——高中校园。在这个场域里，内隐关系知识不是从眼神暗示或者温情脉脉的氛围习得的，而是通过高强度的仪式灌输的。比如中国高中经常有些奇怪的标语，生命可以轮回，高考只有一次。还有这一句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我们会觉得这些话语简直抽象到不可思议，把高考搞成了一种死亡崇拜。但是当个体身处那个教室，身处那个誓师大会或者高考动员的现场，在那种激昂的音乐、整齐划一的口号、漫天遍野的横幅之下，相信大多数学生并不会觉得它荒谬，反而会感到热血沸腾。我想到高中时候读到一本励志书籍，作者将高考比作抗日战争中的石牌战役，这场战役以大规模的百刃战和肉搏战而闻名。作者详细地描写了那场战争的惨烈，并鼓励学生们拿出和敌人肉搏的勇气去准备高考。可是这里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在战争中，士兵们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士兵们彼此之间的确是互相依靠和支持的。然而，高考本质上是零和博弈，你的竞争对手不是一个名叫高考的大 boss， 恰恰就是你的同学。你比你同学多考1分，那么同学就成了那个不用功的人。因此，这种基于共同为高考奋斗而产生的战友情其实是非常虚假的，因为这个目标本身就在拆解这种感情。大家表面上很团结友爱，其实内心里又很难不去算计着彼此的排名和阶层，去猜忌和防御彼此。当高考结束，那个虚构的共同敌人瞬间消失，那种靠打鸡血维持的战友情也会随之崩塌，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的虚无和一种深入骨髓的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中国的同学聚会很容易搞得非常俗气，大家在一起并不是在叙旧，而是充满警惕地关注对方混得怎么样。因此我们说，这种集体表象不仅压制了理性，它还毒害了建立真实人际关系的能力。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感到一种对人性的绝望，难道人真的就是这么脆弱，
就是容易被集体所暗示和操控的乌合之众吗？难道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吗？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人的这种社会性反而是人类最高贵的地方。人类能够通过共情和依恋的方式与他人链接，这种能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被用来制造盲从、操控和愚昧的集体表象，但它同样也可以孕育一个人的自由个性。关键不在于你是否属于集体，而在于你的社会联系是否丰富、开放和多元。这就好比政治上的权力制衡。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种绝对的权力，那么它必然走向专制。同样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只存在一种或一类集体，比如他既是单位的下属，又是家族的晚辈，而这两者的逻辑是完全同构的，那么这种单一的、高压的集体氛围只能窒息他的理性，把他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拥有多重且彼此独立的社会身份，在这些不同的圈层里，你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规则，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正是这些不同身份之间的张力、冲突和制衡，为你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心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跳出任何一个单一集体的束缚，去审视和评判它。正如秦晖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说到的，自由个性也不是天生的，它归根结底是生产与社会交往的发展而形成的丰富的社会联系的产物。当然，我们需要注意一种虚假的多元，有些社会看起来很热闹，分工很细，仿佛高度分化，但实际上它们依然共享着同一个内核。比如中国的大部分县城，表面上看有政府、学校、医院、企业等等，但整个城市的经济命脉其实就是公务员经济。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泛体制氛围之下。大家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潜规则都是高度趋同的。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